没有资源，没有天赋，没有背景，那拿什么跟精英拼？答案是用拿时间，拿命。别人去社交，去跳舞，他就坐在图书馆冷板凳上死熬。就是这样一个连去名校的火车票都买不起，凌晨4点在菜市场跟老油条砍价的加州穷小子，最后竟然踩着无数精英的肩膀，一路杀上了美国的总统宝座。接下来一步步教你如何成为美国总统。故事要从1913年加州的一场暴风雪讲起。在约巴林达镇一间简陋的木屋里，理查德·尼克松出生了。他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他生下来要面对的就是冷硬的生存问题。3岁那年，母亲驾着马车转弯太急，把他狠狠甩到了地上。这孩子没哭，爬起来摸了一把头上的血，迈开短腿就追着马车跑。这场意外在他额头上留了一道疤，为了掩盖它，尼克松往后余生都不得不把头发往后梳。受了伤，捂住，站起来继续跑，绝不喊疼，也绝不让人看穿自己的脆弱。这就是他性格的底色。因为他的家庭没有矫情的资本，他父亲弗兰克小学6年级辍学，拉过牛车，种过土豆，剪过羊毛。因为吃够了没文化的苦，一辈子都在跟命运较劲。他脾气火爆，耳朵又有点聋，甚至会在饭桌上，在店铺里逮住任何一个问题，与顾客和家人争论不休。母亲哈娜，一个压抑内敛的信徒，她把所有的爱和苦都憋在心里。遇到事，她从不大呼小叫，只会默默把自己关进密室祈祷。这两个性格南辕北辙的人，在惠蒂尔镇开了一家杂货店，这就是尼克松的新手村。为了多赚一点钱，黎明前刺骨的寒风中，母亲汉娜站在厨房门外，用一把大木石使劲搅打着做蛋糕的蛋糊，因为冷空气能让蛋白发得更好，蛋糕才能卖出好价钱。为了省下人工费，11岁的小尼克松每天凌晨4点起床，赶去洛杉矶第7街的菜市场。一个半大孩子学着大人的模样，跟老油条批发商和菜农们分离必争的砍价，进完货赶回家洗菜、分拣、上架，早上8点再去学校。在这里，他学到了忍耐。1925年，尼克松12岁，他最疼爱的小弟弟阿瑟突然头痛，几天后病情急转直下。临死前2天，小阿瑟把母亲叫到床前，闭上眼睛，念了一段古老的祷告文：要是我在醒来前死去，我祈求上帝拯救我的灵魂。这是尼克松人生中第一次直面死亡的冰冷。那个会因为穿着扎人羊毛衫而生气的弟弟，变成了一座小山上的坟墓。但这只是厄运的开端。1925年，7岁的小弟弟阿瑟死于结核性脑炎，而大哥哈罗德的肺结核更是把全家拖入了一个长达10年的经济黑洞。为了救长子，母亲汉娜甚至带着哈罗德搬去亚利桑那州的疗养院，仅仅因为那里的空气干燥，对肺部有好处。母亲在那边靠给其他病患当护工、洗衣服来赚取微薄的医药费，一干就是好几年。这不是普通的悲剧，这是对一个底层家庭最彻底的财富清零。治病就是把家里最后一点翻身的筹码全部扔进火炉。1929年上高中的尼克松成绩名列前茅，其中拉丁文、历史和数学异常突出。在那个年代，拉丁文和历史是通往法学院和政界的敲门砖。同时，他参加了当时的全国宪法演讲比赛。这个比赛始于1920年代初，他的背后大金主是《洛杉矶时报》等美国顶级报业巨头联合赞助的。每年全美有上百万的高中生参与，是一场真正的全国性选拔狂欢。在那个大萧条时期，大家都在为了几美分挣扎的年代，这个比赛的奖品非常直接，巨额奖学金以及免费前往华盛顿特区甚至欧洲的旅行。对于富家子弟来说，这可能是一次升学镀金，但对于尼克松这种出身的孩子来说，就是十分重要的机会。这种演讲比赛绝不是让学生上台声情并茂朗诵诗歌的表演，它的内容非常硬核。比赛要求选手围绕美国宪法的核心，撰写并脱稿发表一篇10到12分钟的原创演讲。核心内容通常聚焦于如何防止美国联邦政府权力过大而吞噬个人，又或者普通公民在宪法保护下究竟拥有哪些确切的利益，甚至去剖析华盛顿、杰斐逊、汉密尔顿等人当初制定规则时的底层博弈。1929年，16岁的尼克松就是凭借一篇名为《我们在宪法下的特权》，一举拿下了南加州赛区的冠军。一提到特权，大家通常觉得这是权贵阶层专属的，但尼克松在演讲里反其道而行之。他指出，宪法赋予普通人的那些基础权利，本质上就是一种特权。因为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平民的财产和生命随时可以被君主或强权剥夺。宪法用白纸黑字把这些权利固定下来，这就成了普通人对抗强权的防弹衣。没有这层防弹衣，底层人根本没法生存。当时很多参赛的高中生都在台上热情洋溢地赞美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体制。尼克松却没有随大流，他把矛头指向了这种体制的致命弱点。如果51%的人联手去剥夺另外49%的人的合法权益，这到底算不算正义？他指出，宪法最精妙的地方恰恰在于他对多数决设置了冰冷的界限。他规定了某些底线，哪怕是绝大多数人投票同意，也绝对不准触碰。1930年，尼克松高中毕业，他拿到了加州哈佛俱乐部的优秀学生奖，它意味着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学费奖学金实质上已经向他敞开了大门。但是美国的大萧条来了，哥哥的医药费又掏空了家底。名校虽然能免学费，但他根本买不起从西海岸跨越整个美国去东海岸的火车票，更掏不出在东部名校圈维持基本体面所需的生活费。就此，他的名校梦碎了一地。他最终去的是惠蒂尔学院，一所就在他家镇上的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性教会小学院。
留在家乡读这所学校，他可以走读，能省下昂贵的住宿费和伙食费。更重要的是，他每天下午放学后还能继续走回自家的杂货铺，去站柜台搬箱子。1934年，21岁的尼克松终于等来了一个翻盘的机会，他拿到了一笔全额奖学金，杀进了东部新成立的顶级法学院——杜克大学法学院。杜克法学院的奖学金制度非常冷血，为了保持高淘汰率，一旦成绩掉出前列，奖学金立刻取消，立马卷铺盖走人。在这个满是穿着考究的东部富家子弟，人人都在疯狂内卷的精英厂里，一个加州来的穷小子连件像样的西装都没有，他拿什么跟别人拼？尼克松的答案是拿命熬。他发明了一个词叫铁屁股，别人周末去喝啤酒，去俱乐部社交，去谈恋爱，他把自己死死焊在图书馆的冷板凳上。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住在一间没有暖气、租金极其低廉的废弃农舍里，每天唯一的乐趣就是研究晦涩的法律条文。3年死熬，他硬生生拼出了全班第3的成绩，拿到了通往上层社会的律师资格证。1940年，27岁的尼克松结婚了，妻子帕特也是个穷苦出身，靠自己打拼的狠角色。帕特不是那种需要人呵护的温室花朵，她是个矿工的女儿，早年丧母。为了凑够南加州大学的学费，她扫过地，当过药店售货员，甚至在好莱坞片场跑过龙套。没有盛大的婚礼，也没有豪华的游轮，他们俩的蜜月旅行是开着一辆破旧的2手福特车去墨西哥。一路上为了把饭钱省到极致，他们吃的是一种特殊的盲盒，那是超市里因为外包装标签脱落而被低价按斤甩卖的无字罐头。每次吃饭前，两人就像开盲盒一样撬开铁皮，打开是玉米就吃玉米，打开是豆子就腌豆子。在帕特面前，尼克松不用装作体面，不用掩饰贫穷，他懂他的野心，也完全接纳他的局促。时间来到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29岁的尼克松面临一个选择。当时尼克松在华盛顿的物价管理局轮胎配体部门当律师，这是他人生中第一份政府工作。加上他母亲信奉和平主义的教友会，只要他愿意，完全可以光明正大的留在安全的大后方。但他主动辞职，申请加入海军，奔赴南太平洋前线。国难当头，作为一个身强力壮的美国青年，他感受到了一种无法回避的责任。但在出发的那天，这种热血撞上了最沉重的家庭羁绊。在火车站送别时，那个一辈子都在跟人抬杠、脾气火爆的聋子父亲弗兰克突然当众嚎啕大哭。老头不懂什么国家大义，他只算得清一笔最痛心的家庭账本。这个家已经送走了2个患病的儿子，山上的坟头草都长满了。南太平洋的炮弹不长眼，他真的承受不起再失去第3个儿子。这串眼泪是一个老父亲在这个即将上战场的年轻人身上挂上的最重的一个秤砣。带着这股沉重的牵挂，尼克松来到了布干维尔岛。尼克松负责战术空运指挥部的后勤工作。南太平洋的岛屿不是度假胜地，那里有防不胜防的疟疾、漫天飞舞的蚊虫，以及日军时不时的轰炸。在他的防空洞外100英尺的范围内，曾被日军炸出过35个弹坑。作为后勤军官，他每天看着一波又一波年轻的战斗机和轰炸机飞行员从机场起飞，去执行9死1生的轰炸任务。很多人起飞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光是在南太平洋战区，美军的直接战斗阵亡人数大约在2.5万到3万人之间，受伤人数超过8万人。在南太平洋，日本人不是美军面临的最大敌人，而丛林本身才是。这里有着2战所有战区中最高的疾病伤亡率。根据美军军医档案的记录，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布干维尔岛等地，每当有1名美军士兵在战斗中伤亡，就会有大约5名甚至更多的士兵因为热带疾病倒下。除了肉体的摧残，南太平洋战区也是战斗疲劳症的高发区。士兵们几个月见不到阳光，泡在齐腰深的泥水里，头上是时刻可能落下的迫击炮，身边是沾有腐烂的尸体和拳头大的蚊子。大量士兵因为精神彻底崩溃而被送往后方精神病院，这同样占据了巨大的伤亡名额。不过日军在这个战区直接蒸发了约40万日军。尼克松看着这些美国小伙子一个个有来无回，回来了不是伤就是惨。尼克松利用自己管后勤的本事，四处去化缘，想方设法弄来了一批珍贵的碎牛肉和啤酒，在机场跑道边用破木板搭起了一个简陋的免费小吃摊。于是这个摊位就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尼克的小吃摊。1944年海外勤务结束，在准备回国时，尼克松静静地站在岛上的军人公墓前，凝视着那一排排望不到头的白色十字架。也许就有几天前还在他的小吃摊上大口嚼着汉堡，笑着叫他尼克的小伙子。这场战争没有把他变成一个吃人的政客，而是让他背上了一种无法卸下的沉重感。他看透了生死的脆弱，也明白了和平的代价。他意识到自己不仅是为自己活着，也是替那些永远留在热带丛林里的年轻生命活着。他必须赢，必须爬到最高处，才能证明自己活着回去是有价值的。1946年初，尼克松脱下军装，摆在33岁的他面前的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找工作。当时加州惠蒂尔镇的共和党人正愁眉苦脸，他们想把当地那位连任5届、名望很高的民主党众议员赶下台，但对手家底厚，人脉广，当地有钱有势的共和党大佬都不愿意去当炮灰。实在没办法，这帮人竟然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公开招聘广告，寻找一位愿意参选的年轻人。尼克松看到了这个机会，他没有背景，没有政治资金，但他有在底层摸爬滚打练出来的口才，有南太平洋战场上磨砺出的厚脸皮。他找到那些共和党委员，扔下一句话：我没钱，但我能在台上把对手撕碎。
竞选开始了，尼克松用了一种非常接地气也十分凶猛的打法。他每天开着自己的二手车，跑遍选区的每一个街角。他把母亲和妻子帕特都拉来当义工，挨家挨户发传单、拉选票。一个毫无根基的退伍青年，硬生生把稳坐钓鱼台的老牌政客拉下了马，拿到了通往华盛顿的门票。仅仅4年后的1950年，他又用同样的死磕战术，拿下了加州的联邦参议员席位。到了1952年，39岁的他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大转折，他被选为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搭档。但命运的重锤很快就砸了下来。报纸突然爆料说，尼克松有一个由富人赞助的秘密基金。虽然这种操作在当时的规则下并不违法，但在大选的关键时刻，这个丑闻足以致命。党内大佬们慌了，就连艾森豪威尔本人也打算抛弃他，放出风声让他主动退选。但他没有认输，他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筹码，甚至借了钱买下了全国电视网半个小时的黄金时段。他决定越过那些准备抛弃他的政客，直接对全国老百姓喊话。这就是美国政治史上著名的跳棋演讲。在镜头前，他没有讲什么宏大的政治理念，他直接把一个底层年轻人的生存账本翻给了全国人民看。他把自己的工资、房贷额度、欠父母的借款一笔一笔念出来。他告诉全国观众，自己当了这么多年官，并没有发财，甚至连给妻子买件昂贵衣服的钱都没有。帕特只穿得起一件普通的共和党人布大衣，但我总是告诉他，他穿什么都好看。最后他承认自己确实收过一件私人礼物，那是一个德克萨斯州支持者送的一只黑白相间的小狗，他女儿给狗起名叫跳棋。尼克松在电视上看着镜头说，不管别人怎么说，孩子们很爱这只狗，我们打算留下它。几千万坐在电视机前的普通美国人被打动了，他们突然发现这个副总统候选人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大老爷，他跟自己一样要还房贷，买不起名牌，老婆跟着受苦，孩子喜欢小狗。几百万封电报和信件像雪片一样飞向共和党总部，老百姓愤怒地要求留下尼克松。艾森豪威尔见状立刻改变态度，亲自跑去机场迎接他。靠着这场越过规则的豪赌，他不仅保住了副总统的位子，还完成了阶层的最终跨越。从凌晨4点去菜市场进货的少年，到美利坚合众国的副总统，他走了整整30年。接下来尼克松在往后当副总统的8年，绝对是干着玩命的活，访问了54个国家。正值冷战时期，每去一个地方，他都能看到各种的反差，甚至九死一生。1958年访问委内瑞拉遇险，他的车队在加拉加斯被包围，人群拿着铁棍砸碎了防弹车窗，把口水和玻璃碴吐到了他脸上。1959年莫斯科厨房辩论，这哥们在往后当上总统之后，今天美国的各种炸裂问题都能在他手上初见端倪。但在往后的70年代，只有尼克松能解决当时美国的问题。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美国在越南战场上陷得太深，这已经不是打不打得赢的问题，而是每天都在疯狂烧钱，往后的副作用是更大。